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一个小小摄影师，魏不在。2025年年末，我网购回来一台莫名其妙的相机，买回来现在也有4-5个月了，然后我就发现它的使用频率出乎意料的高，所以今天我想制作一期视频来与大家分享。这是 Flashback Version 2， 这是一台长得像一次性胶片相机一样的数码相机。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有点蠢的主意。我会用这种数码相机呢，当然不是因为最近没赚上钱，肯定是因为对影像的热爱。我带着它去了爱丁堡给朋友过了生日，然后又带着它在伦敦拍了春天。我想我一直带着它也有我的原因吧。首先我想聊聊我喜欢它的点，就是我认为它成功缓解了我的数码焦虑，因为它没有屏幕。这个没有屏幕的设计让我专注于拍摄，再加上我非常喜欢它的工业设计和它的物理仪式感。我之前也见过很多这种类似的相机，但是我没有任何购买的欲望。这次在看完 Flashback 团队的广告之后，我居然非常心动。This is a flashback camera. I'm going to show you how it works. 能感觉到这个团队很明显是由那些热爱搞氛围感的年轻人组成的。他们的设计从相机到滤镜都完美适配氛围感这个主题。你如果平时拍照属于是那种比较追求抬手就拍、追求氛围感、追求轻便，也愿意放弃一部分画质，并且能接受不完美甚至欣赏不完美的那种人的话，它就还挺适合你的。它的用户群体与热爱一次性胶片相机的用户群体是高度重叠的。工作之余，谁不喜欢这种轻松愉快的拍摄模式呢？但是如果真的是一次性胶片相机的话，我倒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我早已不愿意在一次性胶片相机上花任何1分钱了，所以我觉得这台相机对于我而言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选择。拿到手的第一印象是它的包装还算是比较精致的，一层包着一层，拆开来拿到手里能够感觉到机身的质感其实还不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标的本来就是粗糙的一次性胶片相机，所以我的预期比较低一点。主播上一集才刚骂过宾得的塑料感，这一集又突然变得大方起来，也是有点陌生。它在我这里的最大的优点呢，是整体做的90%接近这个一次性胶片相机，完美复刻了一次性胶片相机的使用体验。它身上只有一个闪光灯开关，一个快门按钮，还有一个 Type-C 充电口，你基本上只需要知道怎么把相机对着人就完事了。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的使用流程，其实也没有什么流程，就是你先在手机里设置好滤镜，然后你就开始按快门就行了。需要闪光灯的时候，你就把闪光灯开关拨动到开，然后等它充能完毕，你就拍照。27张都拍完了，你就打开你的手机，把它传到相册里去就可以。它的滤镜都走一种质量不够氛围来凑的概念，所有的滤镜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黑白滤镜，我觉得粗糙得恰到好处。但如果你不喜欢它的滤镜，它也可以提供它的原图给你下载，你自己回去调着玩。但是我觉得如果自己回去还要调着玩的话，就有点违背这台相机的初衷了。我发现我非常享受这种没有屏幕的纯粹的拍摄体验，但是这个没有屏幕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屏幕，拍到27张你还是需要打开手机屏幕，把它机内的图片传到手机里去的。27张我感觉对我来讲有点太少了，因为这个相机手感很好，很多时候我没有多想拍照，我就只是想按快门玩玩这个过片的东西，结果一会儿功夫就会把底片全部都按完。好了，说到这里我感觉我有点憋不住要讲一些坏话了。我认为 Flashback 本身是一台还不错的产品，但是它的 App 做的实在是太差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做这么差的 App， 经常闪退，搞得人很崩溃。有一次10分钟内闪退了7-8次，我感觉还是挺震撼的。甚至有一卷我拍完了，结果有好几张因为位置的错误，图片全部都变成黑色的了，我根本就想不起来这几张拍了什么。然后它的电池也标注的比较玄幻，电量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有时候充5分钟电量就莫名其妙充到70%去了，但是有的时候想从60%充满，居然要3-4个小时的时间都还没有能够充满。所以我觉得这个电池呢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事情。还有一个不是很好的点，那就是其实它待机一段时间会自动关机的。
如果再要开机拍摄的话，要拨动这个过片转轮，它才可以再开机，才可以再拍摄。所以有的时候我拍完了一张，我把它简单放回口袋里，再溜达了一段，又把它拿出来想要再抓拍的时候，会发现它已经关机了，快门处于锁死的状态，我又得把这个过片波轮使劲的过一过，才可以再开始再拍。而且它在过片的时候，就是这种开机的时候，它是要过一整圈，而不是像一个真正的胶片相机，就只需要过一格底片的量。它是要把整个转轮都要转完之后，它才可以再开机。所以我经常狼狈的在原地猛搓相机。但是其实就是普通过片，它是开机的时候过片只需要过半圈，但是它待机结束进入关机状态的时候，你要转一整圈，它才可以再重新开机。再来一点，就是我觉得它的滤镜仿的并不像胶片，而是像一次性胶片相机的胶片，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我意思？我觉得它和真正的胶片颜色相差稍微有点大，但是这个配方很好的捕捉到了人们喜欢一次性胶片相机或者傻瓜相机的颜色的特性，就是那些使一次性胶片相机和那种傻瓜相机真正具有氛围感的点，他们是有抓到和呈现的。但其实就算是这样，这个片出业余的眼睛也是绰绰有余的。再来就是拍完27张，你得打开手机把它全都导一遍。这个上传流程其实2分钟就可以解决，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2-3分钟可以站在那里啥也不能干，在那里非常的尴尬。你要等它上传完了之后，你才可以继续拍摄。还有它这个闪光灯与相机感光度的适配就不是很甜点了，不得不说，可能是因为这台相机的原生 ISO 是有点高了，也可能是数码本身就没有胶片的宽容度好，过曝一点点就是整个白了。真胶片还有拉回来的空间，所以这两者组合在一起，要么就是非常过曝，要么就是离远了闪不上。我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不开闪光灯使用，我感觉不开闪光灯的质感看着反而更有胶片的味道。最后一点是从外面寄进来的运费居然要10多英镑，再加上70多英镑的机身，一共是90英镑。不会吧？我觉得还是有点贵的。而且后续他们团队还经常给我发邮件，我觉得你也没出新品啊，天天给我发邮件，点开邮件又是卖同一款东西，我就觉得微微一烦。所以我总结一下，我觉得其实说再多都是不重要的话，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它产出心仪图像的能力和使用的体验，我认为是还可以的。虽然在搞胶片模拟这块是比不上理光，比不上一些很贵的东西，但是我认为它有抓到那些低质量胶片图片颜色的精髓的，而且手感非常好，我非常愿意带着出去玩的一台相机。这个透明色的外观我也觉得蛮好看的。虽然这个团队实在是那个邮件发的太讨厌了，但我觉得他们团队还是很认真很用心在运营的。毕竟很多 Kickstarter 的产品是连货都发不出来的，这个我还收到实物了，已经是很不错了。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就是想要选一台能够拍下夏天味道的那种相机，揣在口袋里拍点朋友，拍点风景，掉到地上也不心疼，随便拍点有的没的相机，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入手这一台。我觉得 Flashback Version 2是一台非常有意思的相机。